爷爷养了一笼山羊，吃羊脑，卖羊皮。一天，有个老和尚路过化缘，爷奶都在喂山羊，我就给他盛了一碗饭。谁料老和尚却死死盯着羊笼，眉头紧皱。施主，你这山羊不对劲，赶紧杀了吧。我爷爷是整个黄村最会养山羊的人，而我从小父母双亡，和爷爷生活在一起，是他嘴里的赔钱货。我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家务，还要喂羊。爷爷那一笼山羊膘肥体壮，唯独一只个头最小，我经常偷偷喂它。多可爱的小山羊啊！可惜终究要被杀了剥皮吃脑。你懂个屁！畜生就是拿来吃的，十里八乡只有你爷爷我能摆生脑宴。生脑宴就是把活的山羊拖到一张圆桌下，圆桌正中有个孔，正好把羊头嵌在里面。爷爷手起刀落，露出山羊白花花的脑仁。这时羊还是活的，一桌人用勺子挖出羊脑烫火锅，直到吃完，爷爷才把山羊拖走剥皮。这天，爷爷在院子里磨剔骨刀，我和奶奶在干家务。忽然，外头来了一个老和尚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贫僧路过，讨口饭吃。你等等，我去给你拿。谢谢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这山羊不对劲，赶紧杀了吧。你这老秃驴，胡说八道什么？那不是普通山羊，恐怕是食人羊，以后长大了可不得了，必须赶紧杀了，不然要出大事。我一听，立马朝羊笼望去，只见那只小山羊正盯着老和尚，眼神怨毒，发现我在看他，又把头低了下去。那一瞬间，我感到背后发凉。你个讨饭的东西，敢咒我，给我滚！还食人羊，这就是普通的山羊，老子养了几十年山羊了，啥品种还看不出来。施主，好自为之。你这赔钱货，没事给这狗秃驴饭吃干啥？我看你是讨打。老头子，这山羊可能真成精了，那天我看见他学我开锁呢。你跟着起什么哄？我看你脑子还不如羊脑子，晦气玩意！别看这羊瘦小，它骨香最好，以后指定能长得又高又壮，能多出一张好皮来。虽然老和尚的话有些吓人，但那小山羊确实有些不对劲，但具体哪不对劲又说不上来。奶奶不再说话，爷爷正一门心思盯着山羊。我悄悄捡起地上的馒头，拿出门递给了老和尚。孩子，凶羊虽狠，但也恩怨分明，你保有善心，能得善终。几天后，镇上的李老板带几个人来村里吃生脑宴，爷爷连忙把他们安排到隔间，手起刀落，羊脑就开好了。李老板迫不及待地挖起一小块，往火锅里烫，然后放进嘴里细细品味。妙啊，老刘头，还是你这手一绝。李老板过奖了，过奖了，各位老板慢慢吃哈，我料理下山羊去。爷爷把山羊从饭厅拖出来，准备剥皮。笼子里的其他山羊听到同伴的哀嚎，一个个挤成一团。爷爷是故意当着山羊们的面剥皮的，就是想让他们看着全过程。他常说，山羊其实胆子很小，他们看了这种场面，就会变得老实听话。我不自觉看向笼子里那只瘦小的山羊，他的眼神和其他山羊不一样，带着一种浓烈的恨意，直勾勾地盯着爷爷。爷爷，你看那只小山羊的眼睛，像人一样。臭丫头，别一天天给我胡扯，没事干去灶头帮你奶烧火去，机灵点，听着饭厅里老板的使唤。爷爷剥完羊皮洗干净后，李老板他们也吃好饭了。爷爷喊上奶奶一起搭李老板的顺风车去镇上卖羊皮。臭丫头，看好这些山羊，别让他们打架，要出了问题，老子剥了你的皮。爷爷奶奶离开后，我迷迷糊糊地趴在桌上睡着了。突然，一阵声音惊醒了我，我猛地睁开眼，竟然看到那只小山羊像人一样站在笼子门口，手抓着钥匙，正在开锁。他哪来的钥匙？家里可只有爷爷身上有羊笼的钥匙。要是山羊跑了，爷爷回来得打死我。我刚想阻止，就看到他冒着绿光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我吓得瘫软在地。只见山羊打开笼子，冲到院角，3两下就吃完了院角堆放的山羊尸体，随后跑出了院子。直到爷爷回来，我才从地上爬起来。爷爷奶奶，小山羊跑了。你个赔钱货，谁让你放走了山羊？不是我，是那只小山羊自己开锁跑的。这小山羊身子最弱，吃得少，跑不远，多半是躲进山里，我去把它抓回来。爷爷，那小山羊是装的，它身子不弱，它把中午那山羊尸体全吃干净了。我管你啥玩意，进了我的羊笼就别想跑。你俩还在那干啥？跟我一起上山找山羊啊！爷爷又在村里喊了几个年轻人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就往山里找山羊去了。天逐渐黑了，却连半个羊影都没看到。羊皮的一个病山羊，倒也能跑这么快？回吧，这畜生跑不了多远，明天再找。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周围徘徊，背后凉飕飕的。小山羊终究没找到，转眼3个月过去了，笼里的山羊更壮实了。爷爷看着那些羊笑呵呵的。今年山羊长得好啊，羊脑足，羊皮也能卖个好价钱。等过2天山羊节，肯定能大赚一笔。每年山羊节来临，外乡人就会到我们这个偏僻小山村看羊戏、买羊皮、吃羊脑，这是村里人发财的时候。但我心里总觉得要有什么事发生。突然，村西的赵婶冲进院子，她颤抖着双手抓住爷爷的胳膊，哭成了泪人。老刘哥，救命啊！
我家小妮儿不见了，哪都找不到，村里人都听你的话，请你快喊人帮我找找。小妮儿看门，自己跑出去玩了吧，别大惊小怪的。哦，不是，早上她还在院子里玩，我去河边洗个衣服回来，她就没了。我在村里来回找了3遍了，没人应声，肯定是去山里了呀。他哭声越来越大，不少村民被动静引了过来，大家议论纷纷。行了，别嚷嚷了，大伙一块去找找吧。山羊节眼看就要到了，可别闹出什么乱子。村民们都听爷爷的，带着铁锹棍棒朝村后的山里搜去，找了2个多小时。突然有村民喊了一声：“快来这边！”我们过去，只看到一些破碎的衣物和几块人命碎片。赵婶猛扑上去，抱住碎衣服，嚎啕大哭：“这是小妮儿的衣服，这小妮子是不是被山鬼咬死的？”多半是啊，不然怎么可能就这一会儿就成这样了？胡说八道，哪有什么山鬼？这就是被老柴咬死的小羊，明明是羊骨，哪是人骨？别瞎说。随后，爷爷快步走到赵婶身边，低声对他说了几句什么。赵婶哭声顿时止住。山羊节马上就到，这个节骨眼上，大伙可不兴到外头瞎说，不然就是断了村里人的财路，到时候在村里可没好日子过。都散了吧，过几日村里就要热闹起来了，都该干啥干啥去。爷爷不想把这事闹大，毕竟要是有人被吃的事传出去，村里山羊节的生意肯定要大受影响，更别说这人很可能是被食人羊吃掉的。村民们纷纷回村，爷爷转身把蹲在一旁的赵婶扶了起来，往他怀里塞了几张红票子。我知道你心里苦，可现在这节骨眼儿可不能让外乡人知道，不然村里人都得怨你。我晓得的，老刘哥你说的对，幸好丢的只是我女儿，没了就没了吧。这天晚上，我忽然听到外头传来一阵诡异叫声，来到窗边，却啥也没看到。第二天，我刚走进院子，就看到满地的山羊尸体。这怎么回事？肯定那食人羊回来报复了，这畜生最是记仇。这真的是那只瘦小的山羊干的吗？一夜杀掉这么多山羊，他该有多凶狠啊！要你把那山羊放跑，他要回来报仇，就先把你吃了。这时，周围的村民听到声音，围到了院门口，看到院子里的场景，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是咋回事？估计是山里的黑熊饿了，下来找吃的，吃不到笼子里的山羊，就把他们都弄死了。只能是黑熊了，要不然哪有力气把羊头都拍烂？应该是了，你们看这院墙边还有这么大的脚印呢，除了黑熊还能有啥？村民们安慰了爷爷几句，就都回去了。等人都走了，奶奶低声对爷爷说：“老头子，咱还是赶紧收拾收拾，逃到镇上去吧。那山羊恐怕已经成了山鬼，我们惹不起啊。”这是老子的地盘，你让老子躲，他敢再来，我就能剥了他的皮。别在这唧唧歪歪了，把板车拖出来，把这些山羊尸体扔到后山去，脑子没了皮也烂了，看着心烦。爷爷奶奶忙活了一整天，才把山羊尸体全丢掉。他们吃了饭，早早就上床了。爷爷躺在床上吼声叹气：“老头子，不行，咱以后不养山羊了，咱们抓几口小猪仔和小羊羔回来，好好养着，一样赚钱，还安稳。”你个老太婆懂什么？一桌羊脑宴就抵得上3、5头大肥猪了。等料理了那畜生，老子再搞一批小羊回来继续养。就怕再碰上那怪东西。放屁！晦气玩意，嘴巴里再瞎说，老子撕了你的嘴！闭嘴，睡觉。夜里，外头突然又传来和昨晚一样的怪异叫声。爷爷摸出剔骨刀，靠到门边上，隔着门缝盯着外头。就在这时，爷爷猛地回头，他神色慌张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快进地窖！”奶奶一把拉起我，跌跌撞撞冲向地窖。突然，那怪物一拳捣碎窗户，爪子朝爷爷后背抓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爷爷钻进地窖口，然后迅速盖上了盖板。外面不断传来刺耳的抓闹声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没了动静。他走了吗？爷爷轻轻推开地窖口，小心地探出头，看了看外面，叹了口气，走了。我们刚出地窖，就看到整个屋子几乎被彻底摧毁，家具被砸得稀巴烂，屋墙全部倒塌。老头子，咱们还是逃吧，赶紧去镇上，这食人羊真成了山鬼了，咱们斗不过啊。跑哪儿去？王村是咱刘家的根，我这把老骨头死也要死在这。你昨晚没看到那畜生比黑熊还大一圈，要是抓住他，剥下他的皮，得有多大一张？这种大皮毛在县里都是有价无市啊！你疯了不成？那可是山鬼呀，咱还指望着活命呢，怎么能惹他？你子他还这么小，你也得为他考虑下呀。闭嘴！你天天就知道瞎嚷嚷，什么山鬼不山鬼，那就是一畜生，没脑子的畜生，凭什么怕他？这赔钱货要是被那畜生吃了，就是他的命。是啊，我在爷爷眼里永远只是一个赔钱货而已，死了也无所谓。我告诉你，老娘们儿，这事儿我说了算，你不想挨打就少说话。爷爷拿着铁铲到院墙根下挖了起来，挖出一个长条布包，他扛着那布包，转头看着我们，还跟白痴一样在那里干啥？先去铁柱家借宿几天，然后找泥瓦匠来帮忙修屋。铁柱是我家邻居，平日总想跟我爷爷学宰山羊的手艺，逢年过节都给爷爷送礼，热情得很。可没想到他一口回绝了爷爷的借宿请求。
铁柱，我平时对你还挺客气吧？宰了羊都分你羊肉，现在就是借你家不用的仓库住几晚，你还这么小气？老刘说，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。这山羊肉新山难闻，能比得上我1年几次给你送的东西？再说，我给你送了多少年东西了，你可是一点手艺都没传给我。我老刘当着村长面说过的，以后金盆洗手不干了，才会收关门弟子。你看咱们远亲不如近邻，以后我肯定先考虑收你，就怕没这个机会了。铁柱，你什么意思？老刘说，那天那个老和尚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昨晚那么大动静，我也出来看了。食人羊那玩意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老刘家还不知道吗？那东西报复心强得很，我还有一家老小，可不敢留你在家。我们走，去大姐家住，她家里外都是砖头房，大铁门，不怕那畜生。大姑嫁给了同村的铁匠，大姑公跟人去山里采餐，遇到了食人羊，一行13个人，只有我大姑回来了，但是她的右手也被咬掉了3根手指头，村里人都避着她，爷爷也很少和她来往。你们咋来了？大姐，昨儿个风大，把屋顶吹掀了，瓦片落了一地，这天太冻，不能住人了，就想着来你这儿借住几天。进来吧。进了屋，我们把东西摆好，我去帮大姐烧火做饭。你可别多嘴，把那畜生的事说出来，他怕这玩意怕得要命，你要说了，我们就没得住了。家里柴火不多了，我要去山里捡些干柴回来，你们在家待着吧。大姑姐，山里可不能去。山里怎么就不能去了？我昨天刚从山里拖了不少柴回来，趁没下雪，早点备点挺好的，赶明儿咱们也上山帮大姐去捡。没事，你们也住不久，我一个人捡就够了。跟你说了，别瞎说，你差点说漏嘴。现在都傍晚了，万一大姑姐上山真碰上了那畜生，那可怎么办？真碰上了，那不正好，我们房子都不用重新盖了，这大砖房住的也挺舒服，凉皮的，累死老子了。我先睡会儿，你们别吵啊。爷爷这话的意思是巴不得大姑死在山上啊。爷爷虽然跟大姑来往不多，可我每年收到唯一的红包就是大姑给的，我不能让她稀里糊涂就被食人羊吃了。我悄悄追了出去，还好大姑没有走远。怎么了，妮子？大姑，我得告诉你，咱家房子塌了不是风吹的，是食人羊干的，他可能就在山里。你爷爷为什么不说？你这个妮子心肠倒是不坏，你回去吧，我家房子牢得很，只要你锁好铁门，躲在家里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好，那你呢，大姑？不用担心我见过食人羊，我知道怎么躲它。说完，大姑就朝村外走去。当晚风平浪静，第二天吃完早饭，大姑还没有回家，一夜没回，大爷不知道还回不回得来呢。老婆子，别在这唉声叹气的，借个板车去割10斤猪肉，买2只鸡，再打10斤黄酒，整点下酒菜。老头子，买这么多酒肉干啥？让你买就赶紧去买，这么多废话干哈？臭丫头，先去煮一大锅饭，记得煮满1锅，别不够吃，然后多烧点水。咱们要在大姑姐家招待谁吗？晚上你就知道了。说完，奶奶和爷爷一前一后出门了。不多时，爷爷带着一大帮子村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回来了。爷爷把长条布包摆在桌上，说：“您有这玩意，别说就是山羊，黑熊也能抓住。”别小看那畜生，黑熊也不一定有他力气大。那玩意真有那么大？那这皮毛的值多少钱？这么说吧，我卖了这么多年皮毛，羊皮、熊皮、虎皮、狼皮都卖过，就没见过那么大的皮。见过最贵的一次皮毛，都比那畜生身上那张要小得多，还卖了这个数。5000，那可不就发财了，都能盖3间大砖房，娶上媳妇了。5000，你们还年轻，不知道城里人兜里到底有多少钞票。就这一张皮，出了手都在城里买套房，还有余。那咱们可就发达了。叔，等卖了皮毛我不多要，只要稍微分我一点，让我能在村里盖房子娶媳妇就成。爷爷平时所有钱都藏起来，要花了才给奶奶，肯定不喜欢别人分他的钱。正聊着，奶奶推着一板车的酒肉回来了。她一看到家里的阵仗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做饭的间隙，她抽空去找爷爷。老头子，这都是些偷鸡摸狗的二流子，你请他们吃饭做啥子？就是偷鸡摸狗的人才弄得住这畜生。那畜生多凶狠，你不是没见过，这不是人多就有用的。就你屁话多，他再凶狠，他能挨得住枪口？那长布包原来是……我可不会像那些蠢货一样，真把这玩意白白上交了。奶奶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什么。饭后，爷爷招呼那群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又大又深的坑，在上面铺满稻草。要不在坑里插满竹子吧，那样肯定不了。不行，竹签戳坏了食人羊的皮毛，影响价钱。这个陷阱会不会骗不过食人羊啊？一个畜生又不是人，怎么就骗不过？就算不上当，老子也能一枪崩了他的羊头。说食人羊今晚上会不会不来了？这畜生鼻子灵，报复心强，只要开始报复，就是不死不休。他肯定已经记住了我的气味，今晚必来。臭丫头，给我到陷阱边上站着去！老头子，你疯了！你要妮子去干啥？这畜生既然抓过老赵家的闺女吃，肯定食髓知味，还想吃。给我老实站到陷阱边上去！敢乱斗，老子先打死你！你不能这么做！老娘们别搞事，不然也给你吃枪子！
爷爷为了抓食人羊，居然毫不犹豫地把我当诱饵，这真是我的亲爷爷吗？天渐渐黑了，突然院外传来一声怪叫，食人羊出现。爷姐猛地举起猎枪，对着羊头就是一枪，食人羊闪电般的窜到了墙后。爷爷连忙重新装弹，食人羊走进院中，他停在了陷阱前面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身后的堂屋，眼神不屑。你看那畜生的眼神，是不是跟人一样？你们几个先出去吸引他注意力，让他没法盯着我，我才能打中他。可是这个怪物看起来就不好对付啊！你们还想不想建砖房？想不想娶媳妇了？几个年轻人一咬牙，拿着铁锹从屋子里走出来，对着食人羊挥舞武器。一声枪响，食人羊却不见了踪影。那畜生怎么不见了？是打跑了吗？正在众人提心吊胆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声巨响，堂屋的一根侧梁塌了下来。我扭头一看，只见食人羊那庞大的身躯正趴在屋顶上，屋子里好几个人已经被掉下去的房梁砸倒在地，剩下的人慌不择路，掉进了挖好的陷阱。女子，快进地窖，千万别出来，我去救你爷爷。奶奶说完转身就走了，我想打开盖子看看，又不敢，只听见外面响起一声又一声凄厉的喊叫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后，地窖口被打开了，爷爷拄着枪站在外边。老娘们，快点，快进来！奶奶气喘吁吁的声音也从不远处传过来。这时突然传来重物倒地的声音，爷爷顿时暴怒，一脚把地窖盖板踢上。狗畜生，老子跟你拼了！外面不断传来枪响，再然后就是爷爷的惨叫。很久之后，地窖口的木板忽然被掀开，一双闪着绿光的眼睛盯着我。突然他低下头，鼻子使劲嗅了嗅，随后转身离开，消失在夜色中。我爬出地窖，除了奶奶的尸体，只看到了满地的人命碎片。就在这时，大姑走了进来，背上还背着一个木盒子。小妮子，活着就好啊。大姑身上背着的有点像是爷爷藏起来的那个钱匣子，那里头几乎是爷爷所有的积蓄，我们谁也不知道爷爷把它藏在哪里。大姑是怎么知道的？孩子，跟我去镇上吧，这个村子不能待了，老刘家只剩你还活着，也许这是天意。大姑带我走出院子，外面有一辆套好的驴车。从此之后，我就一直跟着大姑在镇上生活。没几年，就听说黄村怪事连连，所有人都搬空了，这个村从此成了荒村。除了我，恐怕没人知道黄村的完整故事了。黄村的故事，或许就该留在大山里，让它随着山风渐渐消散。